大家好，我是辅龙学徒王怀乐。今天我们要谈为什么去外国做生意可能会真的要你的命。05年有客户打电话过来，他说：“怀乐，你可不可以过来我们办公室吗？”其实有些从外国来的主管来访问我们，有些是第一次来泰国。我想让你分享一下一些泰国文化的知识。我说好啊，所以隔天就去他们的办公室做半天的培训，是介绍泰国文化的培训。我觉得他们都学到东西，然后他们也觉得有趣。培训后我就回家了，我觉得好的就算了。那天晚上客户再打电话过来，他问我：“怀乐，明天你还有空吗？”“有啊。”“你明天可不可以陪我们的今天的主管小组去我们东部工厂看看那个状况怎么样？”他说：“我想现在在制造厂有点交流的问题跟文化的问题，可能你可以看看。”好的，于是公司隔天凌晨4点派了车子来接我，我们坐了3个小时的车去他们的东部制造厂。到了制造厂，我就告知我的客户我的规定是怎么样。一，我只要听一听，然后看一看本制造厂的风气真的怎么样。我与员工对话内容完全都保密，所有对话内容公开决定权。我要给主管听什么由我决定，我是来找事实的。大概早上8点半，我开始做小组15到20分钟的会谈。如果这种的会谈，泰国人是说泰语，中国人是说中文，外国人我们说他们自己的语言可能是英语跟其他的欧洲的语言。因为我知道，如果说母语的话，我们真的会谈心。通常这种的会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让你评估本公司的快乐指数。1就是非常不快乐，10就是非常快乐。第一个人说1，第二个人也说0，那就吓我一跳，真的这么悲惨吗？如果公司要从1进步到10的指数，公司的高阶主管需要做些什么？他说不可能的，这边的领导者根本不知道有多少贪污问题。真的吗？我就问他这边有哪一些贪污问题。他说现在不方便说，我们不能跟你讲，这有点危险。可是那么可惜，因为我觉得这些老外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场如何运作，要不然不可能我们会烧掉那么多钱。再过了4组会谈，下一组是5个人的组，他们进来会谈室，可是没有坐下。其中一位说：“我们现在不方便跟你讲，你下午2点可不可以去我们另外一个办公室再跟我们谈一谈？”我有点怕，还是答应了。好的。他一直说：“你不要跟别人说你要来见我们，你一个人来就行。”好的。我那天下午就去他们的办公室，开门了，进来，请坐。其中一位看起来像带头的开口说：“你知道吗？1个月之前，有公司员工被杀掉了。”“真的假的？”“真的。”他们开始告诉我公司的真相。顺道一提，外国人看到泰国人，他们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有分别的，有北部、东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东部就是罗勇，还是 Rayong， 就是柬埔寨的隔壁的地方。他们都有帮派存在，每个帮派都有自己文化的差异，在这里先不赘述。但是泰国人公认南部的帮派是最可怕的，然后东部的帮派也不要招惹他们，他们平常是很温和的，只要不惹到他们的话。好了，我们再回来故事上。原来公司在泰国刚开了没几个人，
只有4位的老外主管，公司还没有人力资源部，老外也不会说泰语，然后还不了解泰国的文化。里面有4位老外的主管，然后有一个人他有北部泰国人的太太，然后另外一个人他有北部泰国人的女朋友，他们来帮他们建立公司。这2个是北部人，他们又跟北部帮派有关系。北部帮派一听到要在东部有制造厂要开始，他们觉得是非常好的机会，肯定会赚很多钱。他们在北部开了一间人力公司，那公司主要是找到符合资格的劳力，送到东部做劳工的工作，主要是焊接跟其他的工作。结果现在的公司状况就是70%的劳工都是从北部过来的，而里面符合资格有技术证书都是假的，然后剩下的30%人才是东部人。这让东部帮派跟公司东部干部都很生气。现在你看这个情况，有从北部来的人来控制东部人力资源部和采购部，还有外面的供应商，就是自己卖给自己，很奇怪。主管的司机也是北部人，然后有北部的采购，那些人也是买房子给老外的主管们住，以房租行情是大概4万到6万泰铢，那大概$1500，但是他们跟这些老外收到了20万到40万泰铢，快到$1万。还有采购部门用公司预算买车子，把车子运到柬埔寨卖掉。从这些你就可以看出来，这间公司彻底腐败到里面去的。制造厂没有正式的工会，帮派就是工会。现在北部帮派跟东部帮派会斗争，全是因为这2个主管的太太跟女朋友的作为。这5个人跟我说，我们已经准备杀人，因为我们东部人受不了了。我们已经几次聘请杀手，准备追杀以下5位公司干部。他就写下这5位的名字给我。如果公司主管没有把这5位干部从公司剔除，我们就开始下一步动作。我慢慢的点头就出去了。大家听到这里，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处置？如果我通知客户这里的实情，他们会不会相信我？我会不会有危险？别人会不会有危险？我们下午5点时间一到，我们立刻回去曼谷。我完全没有跟客户、员工跟我提到那2天会议的内容。隔天我开始写了一件报告，花了3天写了30页的报告，就发给我的客户，并且用了英文很大的单词 confidential 机密，用红字写放在第1页。我的客户看到我的报告，他打电话来说 Are you serious? I can't give this to my boss. 你是认真的吗？这内容我怎么可以发给我的老板？我反映我来这里做你要我做的工作，而这件报告就是事实。最后客户也是寄给他的老板看。隔天老板回信说没错，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来这案子的决策者了解他们在泰国的生意有太多问题，你知道吗？他们烧掉了快$1000万，还有1个人被杀。于是公司花了大约6个月左右关闭所有的公司的业务，然后全部转移到越南。原本这生意会赚到很多钱，但因为外国人不了解本地人的文化、语言和习惯，让他们赔损除了金钱以外，还赔上了1条人命。如果你是外国人，要到不同国家做生意，
我真的有建议，你要好好的计划，把策略规划好，并且了解本地人的文化习惯，然后建立好关系，才可以开始做生意。否则风险太大，做生意可能会真的要了你的命。